还是个鉴茶高手。当得知回家还需要贾千金同意时，他索性不装了。毕竟对付绿茶的最好办法就是走绿茶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于是被接回家的第一天，女孩就给了贾千金一个下马威：妹妹，你掐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也没必要才见面你就欺负我。看着他手臂上的青紫印，所有人齐刷刷转头看向贾千金。江菲菲眼泪顿时就流下来了。我没有，我真没有掐你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江念念却捧着脸往外跑。你们都欺负我，都肿了还说没掐我了，我要回孤儿院。闻言，父亲江成林立马就慌了：菲菲，快跟你姐姐道歉，你不喜欢她，我们都知道，但你把她吓走了，对你有好处吗？明天你爷爷奶奶可是要见她的。母亲张一山则是有些无奈，哄着女孩道：宝贝，跟妈妈上楼去了，先睡觉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早点睡，明天早上我带你去看爷爷奶奶。江念念才慢慢的抬起头来，那我今天晚上睡哪？我有自己的房间吗？江菲菲这下又抖起来了，直接说：我妈妈没来得及布置你的房间，要不你跟我睡吧。江念念有些诧异的看着他，和你睡，那你晚上要打死我了，是不是他们都不会知道？江菲菲有些尴尬，那你一个人睡我房间好不好？你回来了，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吧，我没有关系的。其他人还没来得及提反对的意见，江念念却是直接点了点头。那好吧，我习惯一个人睡，你离我远点，让人把床单被罩换了，我不喜欢别人的味道。最后江成林直接拍板，好了，先这样吧，其他的明早再说。江菲菲再不情愿，也只能老老实实让出了房间。张一山牵着江念念的手来到房间，指着衣柜里的衣服说：这里还有菲菲一些新衣服，你直接拿着合身的穿，早点睡觉，明早我带你去看爷爷奶奶。江念念装作乖巧的点了点头。等张一山走了，他直接关上了门，一脸舒服的躺在大床上，以后这个房间就是他的，江菲菲就别妄想再回到这个房间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江菲菲就看见佣人正把她的东西运了出来，有些惊慌失措的问：你们干什么？怎么把我东西全部拿出来了？江念念靠在墙边慢悠悠的答道：这个房间我很喜欢，以后就是我的房间了，听说还有一间书房，要不你暂时睡那里，再让我妈给你装修个房间出来。被吵醒的张一山有些气不打一处来：念念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能乱动菲菲房间里的东西？怎么这么没教养啊？没曾想江念念再次哇的一声哭出了声，没教养还不是拜你们所赐，在孤儿院谁能教我啊？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你们都欺负我，我要回孤儿院。张一山还有些懵，我没有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江念念指着房间说：你当初不是说会尽力弥补我，我就喜欢这个房间，让他腾出来给我住，要是不满意就把我送回孤儿院去，我又没想来这里。江成林过来拍了拍气得浑身发抖的张一山，少说两句吧，今天还得去爸妈家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张一山再生气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转头劝起了江菲菲：菲菲，你姐姐她刚回来什么都不懂，妈妈让管家再给你装修出一间一样的房间好不好？江菲菲为了体现自己的大方懂事，也只能吃下哑巴亏。下楼坐到餐桌前，大哥江阳打量了一下江念念，直接毫不客气地说：你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？菲菲房间那么多衣服，你就不能换上一套吗？闻言江念念马上眼泪水直流，那些都不是我的衣服，她的身材比我要胖那么多，我根本穿不下。江阳愣了一下，轻咳了一声缓解尴尬，指着旁边的老二说：这是你二哥江星，他在医院实习。江星伸出手来：妹妹，很高兴你回到家里面来，不过有些事你得开始学习，别动不动就哭，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可江念念根本没搭理他。我要学习什么？琴棋书画，谁来教？妈妈你给我找几个家庭教师来，刚好我放假在家也没什么事做，我开始学习。江星惊愕地看着他，咳了一声打断道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学习的是怎么和人相处，比如尊敬家长，友爱兄弟姐妹。江念念点点头，那我明白了，还是说我没教养呗。被人鸠占鹊巢10多年，当然没有人家懂礼貌会做样子，上来就掐我还说我冤枉他，你也不用拐着弯来教育我，我知道我就是个外人。江星看着他又开始要哭了，赶紧转移话题：这是你三哥的江晨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你是不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或者电影，听过他的歌吗？江念念茫然地摇了摇头，没进过电影院，电影票那么贵也没人给我买，孤儿院里倒是有电视机，但这轮不上我看，我都不知道电视剧是什么样的。江晨狠狠地瞪了江星一眼：没事没事，等我有空了带你去看电影，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？江星也没想到江念念又把话题转回到了孤儿院上，姐姐江婷婷出声解围道：是啊，念念等从爷爷家回来，我再带你去买衣服好不好？现在我去找件我小时候的衣服给你换上。话落，江菲菲站出来找存在感了：也不用找，姐姐要不先拿我的衣服吧。刘妈，你去那个杂物间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我小时候的衣服。江念念本来拿着早餐正往嘴巴里吃，听到这话直接说道：不用找了，我不穿。张一山有些不高兴地问：你又闹什么脾气？为什么不穿？江念念指着身上的衣服说：我就穿这一身去，本来就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，也不怕人笑话，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，他的堆在那杂物间还不知道埋汰成什么样了，这是在羞辱我吗？张一山愣了愣神，又看了看脸涨得通红的江菲菲，才有些不高兴地说：不用了，等下先去商场买2件衣服给你换上好了吧。可江菲菲心有不甘，还要说：其实我的衣服哪怕是放在杂物间也是干干净净的，总比你身上的衣服要好得多，没必要这么浪费。江婷婷赶紧扯了他一下：你是不是傻？他在闹脾气呢，还逗他干什么？都说了去商场买，我们还省了这么点钱吗？只要别闹，他要买什么都行，再闹腾我都开始头疼了。江成林这才出声道：念念等下先跟妈妈姐姐先去商场，爸爸这里有张卡你拿着用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这是你的零花钱，里面有100万，以后每年我都给你这个数让你花，好不好？江念念似乎很感兴趣地问：爸爸谢谢你，只是他也一样吗？江成林愕然地看了一眼江菲菲，点了点头说：是啊，我们家的孩子都有零花钱，原来小的时候每个月是1万，后来也再大一点就是20万1年，超过15岁都是100万左右1年。江念念指着江菲菲道：那爸爸你把我前15年的零花钱都补上吧，也不要多，再给200万就行了，还有他屋子里的首饰我全都要1分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我亲爱的父亲。江成林被他的口气逗笑了：行，我给你打过去，至于衣服首饰包包这些让你妈妈给你补。张一山现在只求江念念不闹，点了点头说：行，给你补，只是我有个要求，到了你爷
爷爷奶奶家别动不动就闹，明白了没有？江念念乖巧的往嘴里塞一虾饺，我会乖的，我可是我们孤儿院里最乖的孩子，好多老爷爷奶奶都喜欢我呢。江婷婷有些头疼的说，你能不能不提孤儿院，3句不离那个地方，这件事不要再在别人面前提起，这样会让大家看不起你的，我们也会像你他们一样爱你，宽容你，保护你的。江念念点了点头，那好吧，我试试吧。张一山高兴的对于大女儿竖了个大拇指，可江菲菲却又站出来找存在感了，我也会喜欢你，爱护你，包容你的。江念念闻言抖了抖身体，你离我远点，只要不掐我就行，我也不指望你能喜欢我，我们相看两厌，你别靠近我，我也不靠近你，我拿的都是我应得的，自然不受你的气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屋檐下生活最好约法3章。江晨忍不住问道，你还会约法3章啊？江念念骄傲的昂起头，我在我们学校一直是年级第一，中考完以后我直接跳级上高3了，还有1个学期我就得参加高考了，所以别把我当傻子，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亲爱的三哥，江晨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脑袋，我怎么和你约法3章？江念念轻咳了一声，我和他互不相干，互不靠近，快高考了，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浪费这些破事上，如果江菲菲和我发生了什么矛盾，请大家自觉认为是他故意来挑衅我的。第2条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教我，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对，但除了江菲菲这个冒牌货，他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我应该学的，所以我拒绝他来教我，这很合理吧？第3条，我的房间除了打扫的佣人，不许任何人进去，如果觉得我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可以提出来，过后再来跟我说什么要互帮互助，那都是废话。和他一个冒牌货共处在一个屋檐下已是极限，千万别跟我说可以跟他成为好姐妹。众人愣了许久，直到江念念屁颠屁颠的上了楼后，江成林才反应过来，这个孩子的聪明劲倒挺像我们江家人的，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菲菲你以后少招惹他。江婷婷率先搭话，爸你放心，以后我在家的话会把他们隔绝开的，不过念念要去我们学校上课吗？江成林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我给校长打过电话了，入学前1个礼拜我会带他去你们学校考试，按照他原来在乡下的成绩进你们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婉儿，你没什么事可以给他找个英语补习老师，我们家的孩子都毕业于英才，不能让最小的这个拖后腿。张一山点了点头，下午我就给他找。吃完饭后，张一山带着3个女儿直接来到了造型店，赶紧给他到吃导吃，你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造型师听到这里也毫不客气，拉着江念念直接进了工作室。20分钟后，当江念念出来时，张一山愣住了，这个孩子打扮出来怎么看怎么眼熟。江婷婷一贯心直口快，指着江念念说，她怎么像奶奶年轻的时候？张一山拍了一下，她是像你奶奶，更像你大姑。江菲菲听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本来奶奶就不太待见孙女，可是如果这个孙女像自己呢？那么想到这，江菲菲突然泄气，到底是血脉相连，难保奶奶看了江念念的脸不动心，她似乎已经想得到奶奶看到这张脸的后果了。果然，当江老太太看到江念念时，直接愣住了，甩开佣人的搀扶，拉着江念念的手往客厅走去。念念不愧是我们家的孩子，果然这对的，我就说我们家的孩子属菲菲长得最丑，原来就不是亲生的。江菲菲正想做出一副委屈的表情，张一山直接瞪了她一眼，江菲菲被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饭桌上安静到一直都听不到碗和筷子相互接触的声音。江菲菲正得意着，等着江念念在饭桌上出丑，结果全程下来，她一点动静都没有发出来，全程都只吃了她眼前的几个菜，反倒是她由于精神过于兴奋，手没端住碗，听哐当一声，直接打翻在了饭桌上。江老太太不满意的把筷子放下，重重的哼了一下。江菲菲窘迫的站在椅子后，又露出了她的招牌动作，低头默默无声的掉眼泪。江老太太皱了皱眉，斥责道，我亏待你了吗？做一副这么委屈的模样给谁看？餐桌礼仪都学哪去了？居然连饭碗都打翻了。行了，离我远点，中午你也别休息了，外面那个草坪你拿着剪子给我好好的剪一剪。江菲菲吓得赶紧解释，奶奶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罚我，姐姐昨天刚回什么都不懂，我得帮助她，刚才我也是看她了才没有注意到碗，奶奶你原谅我好不好啊？可江老太太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别让我再重复一遍，念念是这个家亲生的骨肉，我还能苛待她不成？你在这个家里都住了16年了，有些礼仪还是没有学会，难道不该罚吗？张一山这时赶紧上前打圆场，妈，我马上让菲菲去修剪草坪，你别生气，去楼上休息休息吧，晚饭我和三嫂我们俩会安排好的。江老太太闻言这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念念跟奶奶上去休息休息，你这礼仪学的倒是不错，谁教你的呀？江念念上前扶着老太太上楼，我们孤儿院旁的老人院里住了好几个老太太，他们老是跟我说他们年轻时候的规矩，我还以为现实生活中看不到了呢，结果一回来发现家里也遵守着那些规矩呢，尤其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食不言寝不语，在奶奶这里做到了极致。看着儿媳妇站在奶奶身后不睬，我突然就想起了《红楼梦》里的贾老太太，奶奶你是不是就像那高门大户里的老太君？江老太太一边上楼一边哈哈大笑，没有想到你还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我是老太君，你是什么？江念念笑着说，我是您身边的那个叫鸳鸯的大丫头，要跟您学习更多的礼仪知识呢，只是您愿意教我吗？老太太心情愉悦地拉着她的手，你愿意学我都愿意教给你，来我的房间我给你看看，原来我们年轻时穿的旗袍，我跟你说可漂亮了，我保证你看一眼就会喜欢上的。现在的孩子都有了新思想，总是不好好守规矩，可是他们见过几个原来的大家闺秀，我的楠楠小时候才是大家闺秀，如果她现在还在，我也不愿意费劲的给你那几个姐姐立规矩，没有一个人上得了台面的。屋里，江老太太展示了一圈自己珍藏版的旗袍，然后把自己给说累了，她对身边的佣人说，带念念去她大姑的房间，就睡那吧，那本来是我留给你大姑的房间，可惜她一天也没住上，那个菲菲缠了我好久想进去看看，我都没答应，现在那个房间是你的了，衣柜里有好多我给她做的旗袍，你要喜欢也可以拿回去穿，还有我给你的首饰要保存好，别给菲菲那小蹄子。花言巧语了几句就骗走了。看江念念乖巧的直点头，老太太终于满意了。晚宴时，江家的男人们都回来了，
看到江老太太很亲热地搂着江念念，不由都很诧异。可在看清女孩的面容后，又都明白了。大伯江伯灵机一动，直接拿出了一个贴身物件。念念，你好像你的大姑啊，她是我从小带到大，没想到她先一步离我而去。这佛珠是她当年给我礼物，陪了我也有10几年了，现在送给你，保平安吧。大伯母也带着泪，是啊，我一直把楠楠当成孩子一样照顾，现在看到你，我突然觉得心生安慰了。说着，他赶紧从手上退个镯子，这镯子和佛珠是一块料子做的，你的孩子还挺让人心疼的。过几天等你适应了环境，要不去我那住几天？江念念还没有回复，二伯江潭打了个眼神给妻子，二伯母马上上前，先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下来，也不知道给你们年轻人些什么，项链倒是今天才刚上身的，就当做给念念的见面礼吧。至于二伯江潭则是赶紧拿着一张银行卡，念念这里面有点钱，给你当做零花的吧。二伯父没有女孩，倒是挺稀罕的，有空去二伯家玩。看着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江老太太很是高兴。在江念念征求她意见的时候，她很优雅的点头，这也让其他的人更加确定了江念念在老太太这里很有面子。夸奖的话似乎不要钱的全堆了上来，一旁的江菲菲眼睛都红了，只能咬紧牙站在后面一言不发。一一跟他们道谢后，江念念忽然好奇地问道：“大表嫂，奶奶说你都当奶奶了，您怎么没带宝宝出来啊？他好不好玩？”大表嫂笑着说：“孩子还太小了，念念你要是喜欢，有时间上我们家看看他，让他认奶奶。”江念念装作十分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么年轻就成奶奶了呀！”一句话惹得所有人哄堂大笑。江老太太打趣道：“等过年的时候，让你侄儿媳妇把孩子带这个来，让你稀罕个够。念念会不会抱孩子？”江念念点了点头：“当然会，我在孤儿院都是要带小朋友的，经常给妹妹们换尿片子呢。那时孤儿院穷，买不起尿不湿，尿片子都是我们洗的。”话落，全场顿时一片安静，只有江菲菲嘴角微翘，等着江老太太发飙。没想到她却是一脸的心疼，把江念念抱进了怀里。“我的宝贝受苦了，都是你爹妈不用心，自己生的孩子居然都不认识。宝贝儿，如果你要是过得不如意，就上奶奶家来，可别再受委屈了。”江念念点点头，其实她是故意提起这件事的，不狐假虎威一次。可对不起她讨好了半天的老太太，现在有了这道免死金牌，张一山几人也不敢乱来。饭后临走时，江老太太拉着她依依不舍地说：“宝贝儿，等把功课理顺了，就来奶奶家准备过年，想吃什么你打电话过来，奶奶让人给你准备。”还是江阳表示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。江老太太这才放开江念念，目送一家离开。回到家，江念念老老实实的给老太太报了平安。江成林很是满意的坐在沙发上：“念念，以后每天给你奶奶打个电话，这样做对你有好处，爸爸不会害你，记住了没有？”江念念乖巧的点头：“我知道，奶奶也让我每天给她打电话，说让我受委屈了就给她诉苦，她会给我撑腰的。”而江成林闻言反而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明年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学习。依山给念念找老师这件事你要放在心上，老太太现在重视她，可别掉链子。大哥家的重孙子出生1年多了，每次去老宅都没有空着手走，我们可要注意，让念念去多讨好一下，哄他们老两口开心了，有好处。”张一山点了点头：“我已经安排了顶级的英语老师过来了，实在不行就让他以后在家里都说英语，几个孩子的口语都不错，日常对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”这时江菲菲突然有些傲娇地飙起了英语：“你需要像我一样的水平，才能听懂老师的英语课。英才学校的英语课全程不说华夏语的。”没曾想江念念马上接过话题：“高一可教不了高3，我们2个人的单词量都不一样。”其余几兄妹有些诧异，也用英语加入了对话。起初江菲菲开始还能接上去，随着她语速越来越快，她就有些卡壳了。而江念念则是全程都是英语，也没有任何停顿，和3个人对话也毫无压力。江成林摸了摸手，有些高兴地悄悄地对张一山说：“到底是我的孩子，这基因是绝对的一流，像我一样聪明。我还担心念念的口语有问题呢，看来是多心了。”这个时候江念念突然直接用法语问：“大哥，我的英语水平怎么样？”江阳马上用法语对起了来，随后又故意用意大利语反问道：“妹妹，你还会其他什么语言吗？”江念念开始掰手指：“西班牙语、德语、棒子语、樱花语、大毛子语，差不多就这么多吧。”江成林有些诧异：“你怎么会学这么多门语言呢？”江念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孤儿院隔壁不是有个老人院吗？那些老年人没什么事就教我们说话，他们会的可多了，都是跟他们学来的。”江成林闻言立马上前抱住江念念：“宝贝，没想到你这么优秀，难怪你会从初3直接跳到了高3，还是我的基因强大，养出来的闺女都特别的聪明。”江菲菲的眼睛马上红了，直接落下泪来：“我就没有妹妹那么优秀，她好聪明啊，显得我特别的笨。”江心脱口而出道：“这个是基因的问题，念念拥有我们家的基因，所以聪明，而你家原来的基因不够强大，所以你就有些笨。”听到这话，江菲菲更伤心了，哇的一声哭着扑进张一山的怀里：“妈妈，我真的那么笨吗？”张一山有些心疼，马上指责道：“江心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把你妹妹又给惹哭了。行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”江念念压住微翘的嘴角，落寞地低下头：“爸爸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没有说菲菲姐姐笨，她就哭了。吴院长总是说我的情商不高，是真的吗？我好像确实不太会说话。”江成林笑着说：“别管他，聪明的人情商都不高，爸爸算是情商比较高的，以后慢慢教你。”
江念念乖巧的点头，拉着她直接上楼去了。张一山耐着性子哄了江菲菲2句，直接牵着她进到了房间，关上门后，看着满屋熟悉的东西，他想起了今早江念念霸占他房间的事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一刻感觉江菲菲胸口顶得慌，这口气怎么都没办法吐出来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也没有用。次日一早，江念念才刚给老太太打了个电视，没多久老宅那边就送来了一堆的东西，什么人参燕窝等珍贵补品，还有一大堆新的衣服鞋子首饰，生怕女孩受到委屈。江婷婷看到这些补品有些嫉妒地说，奶奶真的是疼你啊，这么多好东西全部送来给你，小心你身体虚不受补，再不出鼻血来。江菲菲赶紧在旁边添油加醋，是啊，我们在奶奶身边这么年都没有得到重视，姐姐你看奶奶有多喜欢你啊。说着他又挑拨起张一山，妈妈，奶奶还真会给你找事做，为了自己心爱的孙女，老是要折腾妈妈你，本来您就很忙啊，要安排这安排那的，现在倒好还得安排她进补，我看要不干脆带她去中医馆瞧瞧啊，别到时候虚不受补，再不出鼻血来可怎么办？张一山闻言也觉得是，但又不敢直接发飙，于是只能阴阳怪气地说，念念，妈妈也怕你虚不受补，要不趁着今天没事，妈妈带你去中医馆瞧瞧去。江念念正准备拒绝，这时管家急急忙忙进来说，夫人，严老太爷来了。说着，身后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身后走廊进来，老太爷摸着胡须对江念念说，你爷爷让我来给你看看身体，刚好我在附近帮一个朋友看病，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了。江念念赶紧乖巧的道谢。张一山有些小心翼翼地说，哪敢劳烦严叔叔亲自过来给他整脉，我还正说要带他去您家医馆瞧瞧呢，你看看老太太送来了一大堆的补品，我又害怕孩子原来身体不好，万一虚不受补，补出问题来了可咋办？严老太爷笑着说，放心吧，你的公婆又不是傻子，他们当然知道这些补药不是乱吃的，先让我瞧瞧孩子，发现问题后再说。江念念老老实实的上前问了声好后，乖巧的把手搭在脉诊上，严老太爷给他进行了一番望闻问切的流程后才说道，这孩子在孤儿院应该是受苦了，身上的寒气过重，营养也不良，导致这孩子似乎发育有些迟缓，这个岁数了还没来月经，补药暂时别让他吃了，每天给他吃1碗血燕先补血气亏损，我回家写好药方配好了药让人送过来，你每天给他煎服，半个月后再去我家一趟，我再给他看看，千万别让他再接触任何寒凉之物，尤其是冷水之类的。张一山点头表示自己知道。严老太爷对女孩和蔼可亲，继续道，好孩子别害怕，我给你多放点大枣，如果喝完了药来了月经，也要及时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及时帮你调整药方。江念念恭敬的道谢，谢谢严爷爷，过去从没有人对我说过月经这事，非常感谢您。闻言，严老太爷皱了皱眉，小山，我看你们还是把孩子送你婆母那去吧，你这个做娘的太不用心了，孩子回家几天了，都没有好好关心一下孩子的情况吗？这孩子不是看着就不对劲吗？张一山感觉自己很冤枉，却有口难辩。一旁江菲菲却是直接帮他回顶道，死老登你不懂就别乱说啊，妈妈才接他回来不过2天，怎么知道他有病？他又不说，妈妈可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你训我妈妈干什么？严老太爷没想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了，居然还被小辈给辱骂了，当时就怒了，直接拂袖而去。回过神的张一山看到这一幕时，人都麻了，回身一巴掌甩在了江菲菲的脸上，随后赶紧追了出去。江菲菲哇哇大哭，一个老不死的而已，难道还能比我高贵？看病又不是不给钱，至于吗？爷爷奶奶每年都要去那里看病，那个老头倒是没少赚我们家的钱。没曾想江婷婷在后面一瓢凉水泼在了他的头上，呵呵，这可是严老太爷，你没看见妈妈大气都不敢出吗？可江菲菲依旧有些不屑，就是一个医生还是个老头，你们对他那么客气干什么？你没看到他对妈妈的态度？我这是在帮妈妈打抱不平。没追到人的张一山正在想着怎么弥补之际，就听到了江菲菲的豪言壮语，再次给了他一个大逼斗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什么话都敢乱说，这次我真的被你害死了，赶紧换衣服，我带你去老宅道歉。随后张一山又转头看向江念念，念念啊，到了奶奶面前多帮我说说好话，别让他们奶奶罚我，只要这次我没什么事，我马上给你买笔记本电脑。江念念懂事的点头，这也不是妈妈的错，妹妹太冲动了，不管怎么样老人就要让让的，说说又不会少块肉。江菲菲正想说妈妈这么紧张干什么，电话就响了。张一山胆战心惊地接过电话，果然是江老太爷打来的。挂了电话，他垂头丧气催三女赶紧走，路上又给江成林打去电话，让他赶紧到江家老宅来救命。老宅里刚进大厅，张一山吓得直接跪下了。江老太太忽然说道，念念，婷婷上我这里来。闻言，江婷婷赶紧拉着江念念的手，一溜烟跑到了奶奶身边。江老太太抱着江念念，念念别怕，你严爷爷等下派人送药过来了，你乖乖的喝药，这对你的身体好。江念念故作犹豫地说，奶奶，这不关妈妈的事，严爷爷来的时候他很恭敬了，是妹妹觉得严爷爷的口气过于严肃了，才会帮妈妈说话的，奶奶可不可以不罚妈妈？未等回应，江老太爷率先开口了，老四媳妇你养而不教，把孩子惯得无法无天，你严叔叔也敢上去顶嘴，他是普通大夫吗？张一山还没开口，江菲菲有一次的顶嘴道，爷爷，你骂我妈干什么？我妈妈又不知道姐姐有病，是那个老头不讲道理，开口就教训妈妈。好好好，江老太爷被气得胡子直翘，我江家自诩诗书传家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忤逆长辈之人？老四媳妇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，终究不是我们家的孩子，越教越糟，我会从族谱里把她给划掉。你也别说我歹毒，你给她另外找个房子住出去，舍不得她，你也不用待在我们江家了。江成林急急忙忙地冲进来扶住父亲，爸你别生气，我来教训他。一山你怎么惹我父亲生气了？赶快道歉。看着他抛来的眼神，张一山只能磕头说道，爸，菲菲确实有些娇惯了，这孩子平时不这样的，对不起。
江老太太冷哼道：“江成林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江成林有些茫然地摇头。依山说菲菲得罪了严叔叔，但都没有听清楚就挂了电话了。江老太太有些轻蔑地看了一眼张一山，心里觉得这个媳妇果然不太聪明，知道喊老公来救驾，却不知道说明前因后果。念念跟你爸说说发生了什么事，省得你爸爸和傻子一样来救你妈，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江念念点点头，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下前因后果。江成林听完头都大了，一巴掌甩在了江菲菲的脸上。我看你是越带越娇惯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搬来老宅住，你妈舍不得教你，让你奶奶好好教教你规矩。说完，他看向了张一山，小孩糊涂，你也跟着糊涂了。严叔叔你也敢得罪，我就说你太惯孩子了，还说想求严叔叔看看你妈妈的病呢，现在想都别想。江成林转头陪着笑脸，爸爸，我和你去趟严叔叔家吧，刚好来了一枚田黄石，本来想是给您做个印章的，现在看来得拿去赔罪了。江老爷子的脸色稍微好了一点，带着他去了严家赔礼道歉。客厅里，江老太太这才对还跪着的张一山说：“起来吧，陪我和念念去趟医院，给她检查一下身体。至于江菲菲，管家把她拉到祠堂外面，先跪着等我们回来再说。”管家赶紧点头哈腰的回答：“老太太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包庇她。”张一山有些不忍心的看了江菲菲一眼，随后赶紧扶着江老太太出去了。至于江婷婷，她最会看大人脸色，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，没想过在帮江菲菲求情。三个人来到医院，得到消息的江心急匆匆跑了出来：“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江老太太马上就换了副嘴脸：“小心你累不累啊？要不重新给你安排一个职位。老四媳妇，你自己看看儿子憔悴成什么样，也没说给他补补。”江心拉着他撒娇道：“奶奶，我就是想当医生嘛，做什么行政董事太没意思了，我可不想做，我得拿着手术刀走上手术台，给病人们解决烦恼。”江老太太高兴地拍着他的手：“你愿意这么做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我孙子永远是最优秀的人，累不累？跟我回去吧。”江心摇摇头：“我是早班，得上到下午3点交班才能回家呢。是他们说您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。”江念念这时才找到机会打招呼：“二哥，奶奶看我身体不好，带我来做个全面体检。”江心愣了愣，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江老太太这时又找到了训斥张一山的机会：“你这个妈实在是太不用心了，2、3天了还没有发现你妹妹的问题。我昨天一打眼就觉得这孩子身体不太对劲，你是专业人士，帮着你妹妹看看报告。”江心拿过体检报告，匆匆忙忙看完了，有些讶异的抬头：“念念你怎么搞的啊？怎么会营养不良，发育还不健全？这事可开不得玩笑，你得乖乖吃药了。”江念念还只是乖巧的点了点头。江老太太接过话，马上又指责起了江菲菲：“别说了，我提到这事就生气。今天早上你严爷爷去给念念看看，结果那个菲菲又把你严爷爷气得直接走了。你说你妈能干什么？”江心赶紧帮江菲菲说话：“可是菲菲平时没有这样呀，怎么会这跟严爷爷顶嘴？是不是严爷爷脾气太大了？菲菲才多大，嘴快了一点吧？”江老太太有些烦躁地说：“都是你妈太娇惯她了，不教不行了，必须留在我身边好好教育几天。”江心赶紧帮忙解围：“奶奶，可是菲菲几天后要去参加晚会节目了。”江老太太听到这话，脸色缓和了一点，也就这一点还挺让人高兴的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家关几天再说，不然她不长记性。张一山松了口气，到底是亲儿子，马上就帮菲菲解了围。江念念心里却是有些嗤笑：“二哥的工作很辛苦吗？我看你眼底下都有黑眼圈了。”江心下意识地摸了摸眼底。江老太太又生气了：“老四媳妇，医院附近不是有套房子吗？你没有好好装修一下，让他住进去吗？”张一山唯唯诺诺地说：“那房子早就给了他，只是这孩子老是挑食，医院食堂的东西都吃不惯，可不得天天回家吃饭。”江老太太更生气了：“那你不会找个好一点的厨师啊，让你看看孩子眼底下的黑眼圈？行了，我会让人安排的。星星别回家住了，你就住进医院旁边的那个房子里去，省得开车来回跑。”张一山赶紧拍马屁：“是我最近的事情太多了，确实有些疏忽了，您给安排当然是最好的了。”做完全身检查开了药后，在医院又见到了孙子，江老太太这才满意的离开了医院。只是刚回到老宅，管家就传来消息说江菲菲晕倒了。老太太嫌弃的挥了挥手：“别管她，把她扔到房间里去，等她醒了，让刘妈给她教教规矩。”无奈之下，张一山只能带着江念念2姐妹回了家。江婷婷有些幸灾乐祸：“我就说嘛，要她别乱说话。也是妈妈，你老是在她面前说她是孩子，你见过哪个16、17岁的孩子这么不懂事的？”张一山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回房间去看你的功课，别到时候成绩还没有念念的好，那我真的是老脸都丢尽了。你奶奶又找到机会训我不会教孩子了。”江婷婷被捅了肺管子，气得她直接拉着江念念走了。回到屋里，江婷婷详细问了一下江菲菲的情况，在得知江菲菲晕过去了后，拍着手高兴地说：“活该，我看她就是个傻子，不管是谁她都敢顶撞，现在好了，就得让她吃教训。”而江念念则是迫不及待拽着姐姐进房间，眼里闪烁着期待：“姐姐，快给我讲讲英才学校什么情况？老师来了，我该准备些什么？你有没有笔记借我参考？我心里没底，生怕考不上。”江婷婷环顾焕然一新的房间，心不在焉地应付着：“笔记待会给你，不过你干嘛把粉色墙漆全换成绿色墙纸，连窗帘都换了？”江念念垂下眼眸，语气低落：“其实是妹妹主动说要把房间让给我，我一时冲动就住进来了。结果她不仅搬走所有私人物品，连窗帘床品都一并带走，说什么她喜欢粉色。我这屋要是还是粉的就不太好，管家只好帮我全换成绿色。虽然我也很喜欢原来那套粉色蕾丝的搭配，
但那毕竟是他的东西。江婷婷听完更加不满，切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哪有搬家连窗帘都不放过的，整天嚷嚷喜欢粉色。上次妈妈带回来那套粉钻，他二话不说就私吞了。江念念立刻跑到梳妆台，从抽屉里取出首饰盒递过去，我这有套奶奶送的粉钻，姐姐你要是喜欢就拿去戴吧。首饰盒一打开，江婷婷眼睛都看直了，这要是被奶奶发现……江念念满不在乎的摆摆手，姐姐你喜欢就好，别在奶奶面前戴不就行了。听说过2天妈妈要带你参加晚宴，正好配这套首饰，这回你就可以一个人出风头了。江婷婷已经迫不及待戴上手链耳环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可不是吗？没了江菲菲抢风头，这回我一定是宴会焦点。他喜滋滋抱着首饰盒回房，不一会让人送来一堆笔记。江念念随意翻了翻就丢到一边，这些知识他早就烂熟于心。英才的教学模式更是了如指掌，只不过是找借口讨好江婷婷罢了。就是这东西可没那么容易拿，让他先没几天吧。回家的第3天，女孩就接受了老师的全面测试。测试结束后，老师激动地拉着张一山的手，您教的孩子太优秀了，这水平考个省状元都不成问题，很多奥数题他都解得很好，我得赶紧向校长汇报。张一山喜滋滋地接受了这份功劳。英才的教导主任听完汇报，当即拍板让江念念进精英班。张一山接到电话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自己精心培养的2个女儿，居然都比不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。而江成林下班后得知此事时，却笑眯眯地安慰道：“你好好带她，这孩子不仅成绩好，长相也出众，将来嫁出去肯定有好处。你现在不也已经尝到甜头了？老太太送的补品不都进了咱3个儿子的肚子？明天让念念亲自告诉奶奶这好消息。你得提醒婷婷用功点，要是妹妹保送清北，她连个像样大学都考不上，那可就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”张一山嗔怪地推了他一把，说起来我妈感冒好些天了，我想带她去找严老爷子看看，你上次哄好她了吗？可别到时候给我们脸色看。江成林搂住妻子，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巴结那老头？他儿子现在可是副部长，咱家药厂的项目都得靠人家批，你明天带你妈去时多赔个不是。他收了那么贵重的礼，应该不会给你脸色。江菲菲不在的日子，家里倒是难得的清静，但没过几天，江成林就把她接了回来，一见到张一山就扑上去嚎啕大哭，还特意露出跪的亲子的膝盖博同情。张一山心疼的不行，抱着她直说苦了我的孩子。江成林轻咳一声，明天记得去排练，那边通知时间了吗？江菲菲抽噎着回答，他们说要我10点前到。江成林咳了一声，我让司机送你。一山，给他配个佣人当助理，伺候他喝水什么的，别让他自己动手。张一山也抹了抹眼泪，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江菲菲这才破涕为笑，挑衅地瞥了江念念一眼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，看到没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宠，你算老几？江念念根本就没看他一眼。晚上又有一场晚宴，张一山只带了江婷婷出门，他带着江念念的首饰，一袭粉裙配高跟鞋，比往日娇艳几分。临走前还特意在江菲菲面前走了一圈。江念念眼睛一亮，姐姐好漂亮，活脱脱一个小公主。对了，奶奶给我的那顶淡黄钻石皇冠借你戴吧，更配你的气质。江婷婷连连点头，好啊好啊，我试试看。江菲菲却是酸溜溜地问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给姐姐买个这么漂亮的粉钻？比我那套还要大还要亮。张一山干咳一声，这是你奶奶送给念念的，让你姐姐先带着，这可是传家宝，连你小姑出嫁都没见着，你可别在奶奶面前乱说。江念念捧着首饰盒下楼，打开一看，中间那颗主钻足有鸽子蛋大小，江婷婷戴上后更显贵气。张一山笑逐颜开，我闺女这打扮，今晚准能压倒宴会上所有小姑娘。等母女俩兴高采烈地出了门后，江菲菲直接不装了，将她堵在了楼梯前。江念念，你把那么好的首饰给姐姐，你就不怕她赖着不还？奶奶给你的东西，你自己都保不住。江念念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姐姐喜欢就借给她，我现在这么瘦，戴着也不好看。她还说我像暴发户呢，等我长大了再自己戴也不迟，反正姐姐说会还给我的。江菲菲挑了挑眉，那我也借点首饰戴戴，反正奶奶给你那么多。江念念摸了摸头，语气轻飘飘的，你现在还戴什么首饰？没看妈妈都不带你出门了吗？你是想让人问东问西，问你是不是被人偷换的，还是个冒牌的养女？这3个字彻底点燃了江菲菲的怒火，她狠狠一推，来不及反应的江念念从楼梯翻滚下去后，直接晕倒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回来拿东西的江晨恰好看到了这一幕。没看妈妈都不带你出门了吗？你是想让人问东问西，问你是不是被人偷换的，还是个冒牌的养女？这3个字彻底点燃了江菲菲的怒火，她狠狠一推，来不及反应的江念念从楼梯翻滚下去后，直接晕倒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回来拿东西的江晨恰好看到了这一幕。菲菲，你这是要害死你姐姐吗？管家，快送医院！江成林夫妇急忙赶来医院。坐在抢救室外的江菲菲一看到夫妻俩，就装作掩面哭泣的模样。妈，我真的没有推她下楼，她是故意的。江晨斥责道，我都看到了，你推她干什么？问了你半天就只会哭。江菲菲支支吾吾的不说话，就只一个劲的哭。江婷婷有些不耐烦了，自己好不容易在宴会上出回风头，还没过瘾呢就被搅和了。这时正好找到了出气口，你是不是趁我们不在家就欺负念念了？江成林沉着脸询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张一山十分有耐心的安慰道，菲菲乖，你为什么会不小心推倒妹妹的？跟你爸爸好好解释解释。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后面响起，你总是给她开脱，都这样了还惯着她，念念可是你10月怀胎的孩子，怎么还不如这个冒牌货？一听到这声音，张一山浑身战栗，妈，这么晚了您还跑来医院，这样身体可吃不消啊。江老太太冷哼了一声，一个冒牌货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趁着家里没人就欺负念念？如果不是因为
因为是小陈突然回来，都不知道念念会怎么样。听到冒牌货这些词，江菲菲激动的大喊大叫，我就说她不该把首饰借给姐姐，这样会一去不复返的。我好心提醒她，结果她倒好，说这些事情不用我操心，还骂我是冒牌货。我生气了，就轻轻的推了她一下，她就摔下楼了。江念念她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背上这个骂名，故意演苦肉计给你们看，让你们指责我讨厌我。你们听听吧。江老太太生气的说，我就知道念念肯定没招惹她，我给念念的首饰，她愿意给谁就给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轻轻的一推，她就摔下楼了。真不知道你心思怎么这么龌龊。江菲菲这才发现，所有人看向她的眼神都是鄙夷，而江婷婷对她更是怒目圆睁。就在这时，抢救室的门打开了，躺在床上的江念念被护士推了出来。老太太直接上前问医生，我家孩子怎么样了？医生严肃地说，问题不大，脚踝关节错位了，先住院观察几天看看情况。闻言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次日早晨，江念念早上醒来的时候拍了拍床，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，张一山从床上砰的一下坐起，念念你怎么样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江念念指了指脚，脚痛手也痛，脑袋好像有点晕，我好想吐。张一山赶紧叫来了医生护士，围着江念念又做了一顿检查。这时刚上完夜班的江欣得知情况后立马跑来了病房，妈，念念怎么样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张一山有些伤心地说，菲菲把念念推下楼了，我都不知道她非怎么变成了这样，越来越古怪，背后挑唆婷婷和念念的关系，把念念推下楼梯，还说自己没错，是念念在演苦肉计给我们看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平时过于娇惯她了。江欣安慰道，先别说了，看看念念的检查结果再说吧。张一山点点头，感觉找到了主心骨。江念念被检查完被推回病房，再听到医生子说只有些脑震荡，再观察2天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。张一山这才摸了摸胸口，那就好，昨天晚上把他都吓死了。2天后，在确定江念念没事后，就被接回老宅休养了。大伯二伯得知情况后，都带着妻儿来看望，出手都是大红包和营养品，堆满了房间。一时之间，老宅倒是挺热闹的，而江老太太乐在其中，她巴不得儿孙满堂的。楼上，严老爷子高兴摸着江念念的头说，念念你可不能剧烈运动啊，得让脚养好了才适量的运动，到时候我给找个按摩师来给你按摩，辅助你恢复。江念念乖巧的谢过后，转头看向江老爷子，爷爷，上次爸爸给你送来了冻顶乌龙好喝吗？我在外面就只吃过喝过茶沫子，不知道好的茶叶是什么味。而江老爷子一向最喜欢显摆了，于是高兴的允许他进书房，念念你都可以尝尝味道，我可怜的孙女还不知道好茶的味道，爷爷这里什么都不缺，最不缺的就是好的茶叶。严老太爷骂了一声，哼，你就显摆吧，等下给我拿1盒冻顶乌龙，上次只给我送了极品大红袍，我也没尝过冻顶乌龙的味。走廊里看到江念念进入了老太爷的书房，大表嫂和二表嫂眼里满是羡慕，他们费劲巴拉的讨好老爷子，可得到的结果还是不如江念念受重视，毕竟老太爷能对他们展露笑脸已经是极致了。想进老太爷的书房去喝茶，那真的是痴心妄想。喝完茶后，因为无聊，几人便下上围棋。老爷子本以为江念念不会下棋，先放点水给他，没曾想只是才下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他就要已经开始步步思考了。而江念念依旧胸有成竹。这时管家敲门，轻声地问了一句，老太爷吃饭了？严老爷子用食指放在嘴上，示意别打断他们，让下面的人他们先吃，我们后面再吃。听说他们在下棋，所有的人都有些诧异，不是说这孩子是孤儿院里长大的吗？没想到还会下围棋。江老太太趁机显摆，听老四媳妇说念念的成绩还不错，英才学校直接答应让她跳级进高3了，还是精英班，不愧是我江家的血脉基因，像楠楠小时候一样聪明。大表嫂趁机恭维，是啊，念念学习这么棒了，还能跟老太爷下上围棋了。听管家说下了这么久还没输，可见棋艺不一般啊。江老太太哈哈大笑，我也没想到这孩子如此优秀，念念这个样貌像楠楠，聪明劲也像楠楠，我看到她就感觉心情愉快，就像我的楠楠还在我的身边一样。其他人面面相觑，心里都有些不舒服，认为老太太对江念念宠过头了吧。1个多小时后，棋局已将老爷子输了5个子，定了胜负，可他不但不生气，还很高兴。哎呀，没想到念念的棋力也不错，教你下棋的人的水平一定很高。江念念故作惊讶地说，水平很高吗？可是教我的福利院爷爷说我才学到了皮毛，只是后来不久他就去世了，我根本没学全。严老太爷摸着胡须说，这倒是可惜啊，不过爷爷看你外语好，围棋也好，你告诉爷爷还会些什么？江念念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古琴古筝还有琵琶，后来有人也教了我拉二胡，不过我不喜欢那个声音。对了，还有我会吹唢呐。江老太爷和严老太爷再次对视，看来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。下楼吃了午饭，江老太爷吩咐管家送进来好几个乐器，江念念在书房里都试了试，过程十分的顺畅，还有感情。江老太爷和严老太爷都很诧异，还真的没有骗人，居然的都演奏还不错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江老太爷经常带着他出去显摆，让他2人很是长脸。江老太太对着江成林语重心长地说，让你老婆好好的对念念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她，而是因为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现在对她好，将来会有更大的回报的。江成林很理所当然的回答，那当然，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会以好好对念念的，毕竟这才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张一山反倒是对江念念有些厌恶了。大年30这天，参加完表演回来的江菲菲看到江念念全身穿着限量版的衣服时，眼睛都红了，还没有开口说话，江婷婷已经指着她身上的首饰说，念念你这个真的漂亮的呀，颜色和衣服鞋子都很搭。江念念高兴地转了一圈，好看吧？还有一套紫色的，姐姐我按照你的尺码准备好了，要不要换上？江婷婷高兴地上楼换了一套下来，紫色的蓬蓬裙，同色的镶钻的小皮鞋，全套的紫色的手。看此一幕，江菲菲眼睛更红了，一瘪嘴就想流眼泪。江婷婷顿时就知道她想干什么，直接告诉张一山，妈，这是大表嫂他们娘家公司推出的新品，前2天她让人送过来的，这本来就是全送给念念的。张一山闻言无奈地安慰道，菲菲啊，这是你大表嫂娘家送的见面礼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今天是过年，你可千万别流眼泪，万一让你爷爷奶奶看见了，觉得触霉头了，我又得挨骂。说完他去和大家打了招呼，随后老老实实进厨房和妯娌忙碌去了。而江菲菲自认为在家已经
经和母亲搞好关系了，没想到来了老宅后，母亲还是不愿帮助他，就算想闹也没人让他撒气，只能有些委屈的走开了。回到房间，江念念就拉着江婷婷玩起了电脑游戏。没一会，堂妹江微微也跟着进来了。不过她发现有些奇怪，平时趾高气扬的江菲菲竟然主动和她打招呼，而经常与她手挽着手的江婷婷却不见了。一问才知道江菲菲被他们抛弃了。一时间，江微微感觉心情愉快了许多，对于江菲菲的讨好有些不屑一顾，直接上楼来找他们玩了，留下江菲菲待在客厅里，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，她根本没办法融进去。这时刚回来的江晨一进门，就看见江菲菲坐在角落里低着头，她坚强地抹着似掉非掉的眼泪说：“哥，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外人一样，我好难过啊。”江晨摸了摸她的脑袋：“你怎么像外人了？怎么今天婷婷和念念都没和你玩吗？”江菲菲闻言更伤心了：“姐姐要带着妹妹去玩了，根本没管我。微微姐姐来了，我想找她玩，她也上去找姐姐和妹妹了，他们都不愿意和我玩了，我不是个外人吗？”江晨看她一副被欺负了的模样，不禁心里有些埋怨让妹妹落单伤心的江念念，带着江菲菲上楼说边走说：“我带你去找他们，让他们跟你玩，怎么能他们三个玩，不带你的道理。”看到江晨进来，三个人异口同声的喊了句哥哥，接着又埋下头，继续与各自的动作。江菲菲扯了扯他的衣角，轻声说：“哥，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吧，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”江晨冷哼了一声：“没事。”江念念，你们三个为什么要孤立菲菲？此刻江晨皱着眉头，语气里满是责备：“你们仨一起玩，咋能把菲菲一个人晾着呢？”江婷婷嘴角一撇，满脸不屑的哼了一声：“哟，还跑去跟告状，你咋好意思的？我和念念走的时候，明明问过你跟不跟，你非说要陪妈，现在在妈面前装玩乖，又跑这儿卖惨。”江菲菲眼眶一红，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：“我压根没说你们不带我玩，我就说不知道你们跑哪去了。微微姐是后来的，也没跟我玩，我找她玩，她直接无视我。”江微微火气蹭的窜上来，双手叉腰冷笑：“得了吧，平时都是你不搭理我，老嫌弃我，现在倒打一耙说我冷落你，这反话正话咋都让你占理了。”江菲菲被对得更委屈了，拽着江晨的胳膊就想开溜。江晨自然不会为难自己的妹妹，也不想跟关系本就一般的堂妹起冲突，于是把矛头直指江念念：“念念，你刚回这个家，可不能欺负姐姐，姐妹间得互相扶持，玩的时候咋能不带上她？”可江念念头也没抬，冷冷的甩出一句：“我可不敢惹她，第一天回家就掐我，现在才几天就推我下楼梯，我哪敢跟她一起玩？”江晨被对的脸一红，火气直往上冲：“菲菲就算不小心推了你，她不是道歉了吗？你别揪着不放，咋这么不依不饶呢？”江念念一听这话，眼泪哗的淌下来：“我哪点对不起她？明明是她先害我，你还怪我？就因为我刚回来好欺负是吧？我才是你亲妹妹，你干嘛对一个冒牌货这么好？”江晨见江念念眼泪汪汪，手忙脚乱的摆手安抚：“哎，别哭啊，我没想说你啥，真没欺负你，我就是希望你们别把菲菲一个人扔下，懂不？”江阳听到屋里的动静，推门探头进来，皱眉问：“咋回事？”江婷婷立马指着告状：“三哥欺负妹妹，把她惹哭了。”江阳脸色一沉，大步走过来：“你干嘛欺负妹妹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能不能有点分寸？”江晨委屈的嘟囔：“我真没想欺负她，就是让她带菲菲一起玩而已。”江婷婷撇嘴补充：“自从被她推下楼，念念见到她就怕，恨不得躲巴掌远，这怎么能算不带她玩？人家是怕她，懂不？”江阳扫了一眼装委屈的江菲菲：“家里这么大，你去哪玩不行，非得往这跟前凑？”江菲菲愣了一下，这个大哥平时挺护着她，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冲？江阳又转头指着江晨，语气更重：“你吃饱了撑的，她们姐妹间的事儿跟你啥关系？把念念惹哭了，奶奶估计得拿拐棍抽你，我看你是越大越糊涂，分不清轻重了。”没等江晨开口，江菲菲赶紧低头认错：“大哥都是我不好，那次真不是故意把她推下楼，可能她太轻了，我没控制住力道。”江念念一听气得在旁边大喊：“我太轻？那还不是你占了我的位置，一回来你就欺负我，又掐又推的，推我下楼梯还不够，每次都装无辜。三哥还不是被你撺掇着来找我麻烦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第一天就说清楚了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每次都当耳旁风。那我再吼一遍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跟你做姐妹。”江阳见状眉头紧锁，用眼神示意江晨赶紧带江菲菲走。江晨这会儿总算回过味来，硬拽着她出了房门。江菲菲一出房门，眼泪汪汪的瘪嘴抱怨：“我就是想道个歉，咋惹出她这一堆话？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让她这么干，这事儿上我和她一样无辜啊！”江晨狠狠瞪了她一眼：“够了，以后少往念念身边凑，出了事儿，大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”闻言，江菲菲再委屈也只能憋着。江晨甩手就走，今天是他多管闲事了，一时冲动训了江念念，被大哥一顿教训后，突然觉得自己被他当枪使了。房间里，江阳轻轻替江念念擦去眼泪：“别理菲菲，你跟她别凑一块是对的，她可能太嫉妒你了，别伤心，今天过年再哭让奶奶看见了得训你。”江婷婷也凑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宽慰：“没错，别搭理她，她就是个奇葩，我们都不理她了。没想到她还能找茬闹到这里。”江阳皱眉，语气有些不悦的打断：“你别在这胡咧咧，就你爱挑事儿，别忘了，到时候你们还得在一个学校念书。”江婷婷撇嘴一笑：“我都高3了，念念进学校也跟我同班，别说不在一个教室，甚至都不在一层楼。”江阳无奈的揉了揉太阳穴，感觉自己像秀才遇上兵，讲理都讲不通，干脆摆手催促：“行了，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下楼吃饭去。”闻言，几人这才起身下楼了。客厅里，江老太太只着重孙媳妇们微微隆起了肚子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哎呦，不知道再过几年，咱们家是不是得再多开一桌？”江念念立马凑去笑眯眯的接话：“奶奶何止一桌啊，我看得再开2桌3桌呢。”老太太了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：“哎呀，还不知道你奶奶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哦。”江念念用力点头：“肯定能，奶奶一定长命百岁。”江老太太笑呵呵的夸道：“还是念念会说话，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。奶奶多活几年，等着看我的宝贝孙女出嫁，到时候带着老公孩子回来陪奶奶过年。”
其他人见状纷纷学着她，祝福老太太身体康健。一时间气氛热热闹闹，将老太太乐得嘴都合不上。只有江菲菲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那么多孩子坐一桌，还不得吵翻天啊！”霎时间，原本欢腾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琪琪转头看向他，江菲菲下意识捂住嘴，今天她气过头了，一时没忍住把心里话给吐露出来。江老太太最忌讳过年听到不吉利的话，气得猛一挥手：“林一山，把她弄厨房去吃饭，我不想看见这个晦气东西。大过年的啥话都敢说，这是你教出来的，专门来触我眉头。”林一山大气都不敢喘，他也没料到江菲菲这时候还敢乱说话，在家都叮嘱好几天了，真是无奈至极。他拽着不情不愿的江菲菲，直接把她塞进厨房小房间，压低声音警告：“你就老实这儿吃，别再出去惹奶奶不高兴。”江菲菲撅着嘴，眼泪都要掉下来。林一山赶紧摆手打断：“你可别又哭，万一传到老太太耳朵里，你妈我今晚这年就别想过了。”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客厅里，老太太在大家的安慰下脸色烧黄，到底不是咱们家的，这种狗养不熟的东西，趁早想办法扔出去，留在身边净添堵。林一山陪着笑脸低头认错，这孩子嘴上没把门的，我一定好好教。妈别生气了，菲菲她年纪还小，过完年我一定好好管教她，我可不指望你能教出啥名堂。老太太冷哼一声：“行了，不提那晦气玩意儿，咱们大家伙开心点，来举杯庆贺咱们又一起过了一年。”气氛立马又热闹起来，大家纷纷举杯敬酒，一家子其乐融融的共度除夕夜。江老爷子和江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喝了几杯后便回房休息去了。江阳领着弟弟妹妹们挨个给长辈敬酒，江念念端着一杯可乐，紧跟在他身后敬酒。众人一见到，目光不由得聚焦在他身上，嘴里全是让他来年多吃点饭、长高点、胖点的话。江念念脸上笑得快僵了，心里直翻白眼。直到12点，鞭炮声里花声四处炸响，江菲菲自始至终也没再露面。江念念兴奋地接过江阳递来的礼花，亲手点燃，看着他在眼前绽放，心里甜得像灌了蜜。江老太太和江老爷子坐到客厅的太师椅上，笑眯眯地看着众人拜年，一边说着吉祥话，场面温馨热闹。轮到江念念磕头拜年时，接过爷爷奶奶递来的红包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2个红彤彤的香囊，双手奉上，甜甜一笑：“这是守岁的红包。福利院的老人说过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我们小辈就得给他们红包，这样能保佑他们长命百岁。守岁就是帮长辈守住年华，让他们永远不老。”江老爷子和江老太太对视一眼，乐得合不拢嘴。还是咱们家念念宝贝贴心，不过呀，爷爷奶奶肯定会老，因为念念宝贝得长大呀。江念念挠了挠头，嘟着嘴撒娇：“那我就不长大了，你们不老好不好吗？”众人被他逗得哄笑一片。既然江念念开了头，大家伙儿也纷纷掏出早备好的红包递给江老爷子和江老太太，气氛再次被推到高潮。拜完年后，大家陆陆续续回房休息。江菲菲昨晚被晾了一整夜，今早起床，林一山再三叮嘱她去拜年并道歉，语气严肃地强调态度必须端正，绝不能再说不吉利的话。江菲菲再委屈也只能咬牙忍住，收敛起脸上的不甘，老老实实低声认错，保证再不乱说话。正逢亲戚们要来，江老太太也没空跟她多计较，给了红包摆摆手让她退下。没多久，亲戚们开始上门给江老太太和江老爷子拜年。这时大表嫂抱着自家孙子走上来，气喘吁吁地嘱咐：“念念，你们几个帮我照看一下他吗？今天来的人太多，我现在忙得脚不沾地。”江念念乖巧地点头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嫂子放心吧，我们会带好孩子的。我在孤儿院经常照顾弟弟妹妹，带娃我可拿手了。大嫂辛苦了。”大表嫂欣慰地瞅了一眼：“那行吧，念念你好好照看弟弟，要是能哄他睡着就更好了。”说完便出去了。而江念念耐心地陪着小家伙玩了一阵，轻轻抱在怀里，拍着背哼着小调，慢慢的孩子就沉沉睡去。等小家伙睡熟，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到沙发上，随后溜到隔壁房间搬来几把椅子，围着沙发摆好，防止孩子翻身滚落。另一边，江菲菲百无聊赖地在后花园晃荡，刚想找个角落偷个懒，却被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围住，手里攥着鞭炮追着他炸，乐呵呵地看着他狼狈逃窜的样子。江菲菲吓得一路狂奔，赶紧找江欣和江晨求救。这俩人毕竟是亲戚家的孩子，大年初一也不好直接开骂，只摆摆手让他们去花园玩，别再恶作剧。江菲菲不甘心地盯着那群孩子跑远，越想越气不过，眼珠子一转，悄悄靠近那群男孩子，吓唬我算啥本事？楼上房间里有3人在打游戏，你们要是能把他们吓跑，里面的电脑游戏随便你们玩。一群男孩子立马心动，二话不说就爬上楼找到房间，点燃一串鞭炮，嗖地扔了进去，噼里啪啦一阵响，房间里爆发出婴儿的哇哇大哭，还有江婷婷和江微微的尖叫声。男孩子们本想躲一边，等人跑了再进去玩游戏，可一听到孩子的哭声，顿时慌了手脚。客厅里听到动静，所有人都全愣了，纷纷冲上楼。怎么了？江婷婷抽泣着开口：“我们也不知道咋了，我们在房间里玩得好好的，这群人突然扔了一挂鞭炮进来。”众人齐刷刷把目光投向那几个孩子：“你们怎么突然跑楼上去放鞭炮？院子里放不够吗？”领头的男孩低头支支吾吾：“我不知道里面有个宝宝，我们就想把他们吓跑，然后进去玩电脑游戏。”孩子们的家长立马揪住自家崽子开训：“你们吃饱了撑的是吧？”孩子的哭声揪着所有人的心，大表嫂怎么也安抚不了受惊的小家伙。这时江念念从他怀里接过孩子，熟练的竖抱着，轻轻拍着背，一下一下的，总算让哭声渐渐止住。他淡定的朝孩子妈妈摆摆手：“你快去拿个尿不湿来，他估计拉身上了，咱们带他洗洗就没事了。”说完，他抱着孩子转身去了房间。这边老太太脸色阴沉下来：“是谁指使的？”领头的男孩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，赶紧甩锅：“我们本来在花园里玩得好好的，是菲菲姐说婷婷姐他们在楼上打游戏，让我们拿鞭炮吓唬一下，把他们吓跑了，我们就能进去玩游戏。”江老太太懒得再开口，
皱着眉头瞅向林一山，带你闺女下去，给我好好管教，以后没啥大事儿，别让她来老宅转悠，看到她我就膈应。林一山连忙点头，拽着满脸不情愿的江菲菲就往外走，直接把她塞进了江阳的车里，叮嘱江阳亲自开车送她回家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林一山猛地甩开女儿的手，头也不回的迈步进屋。回家的路上，江阳一声不吭，只管握紧方向盘往前开，任由江菲菲在后座抹眼泪，抽抽搭搭的装可怜。车子在家门口停稳后，他才转过头，语气沉沉的开口：“菲菲，最近你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。原本我们以为，就算被我们惯着有些小性子，你好歹也该有点分寸。现在看来，你干的那些事哪只是没分寸。行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自己在家好好想想，以后该咋和念念相处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才能保证你在这个家待得下去。”话音刚落，江阳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留下江菲菲呆呆站在房子边，眼神空洞地望着渐远的车尾灯。他压根没打算反省，只觉得江念念就不该回来。自打江念念踏进这个家门，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，绝不会让江念念在这个家好过。走着瞧吧。一想到明天林一山会回外婆家拜年，江菲菲立马觉得自己又行了。在外婆家，她可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疙瘩。江念念明个怕是要吃瘪了。下午回到家后，江心转头问江念念和江婷婷，刚才被鞭炮声吓得心慌不慌，胸口疼不疼，还叮嘱他们晚上睡觉最好塞上耳塞。这几天外面热闹得很，可别半夜被炮声吵得睡不着。这话看似关心，从他嘴里蹦出来却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味道。江婷婷翻了个白眼，哼了一声，傲娇的跺脚上楼去了。江念念则冲江阳咧嘴一笑，脆生生的喊：“大哥，我可不怕鞭炮声，还超喜欢放鞭炮呢，能不能再去院子里放点烟花再睡啊？”江心和江晨在旁边一个劲点头，眼神里全是期待。江阳无奈的笑笑，点点头应了。兄弟俩见大哥松口，立马拉着江念念兴冲冲的奔后院放炮去了。林一山摇摇头叹口气，拉过眼眶又红了的江菲菲，推着他上楼。进了房间，他板着脸低声呵斥：“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这种馊主意你咋想得出来？瞧瞧闹得我多没面子！你大表嫂不敢动我，你大伯母还不敢动我吗？要不是念念好歹哄得孩子安静下来，我真不知道你大伯母一家会怎么闹的。我都快被你拖累死了！教育你3个哥哥和你姐姐加起来都没教育你一个人类，就算是念念也没给我添过你这么多麻烦。”说完，林一山气呼呼的一甩衣袖，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。院子里笑声不断，江成林和江阳父子俩坐在花园的椅子上，端着热茶，望着他们欢快的模样，江成林忍不住感慨的叹息：“哎，念念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，不然他准能成你的得力助手。”江阳嘴角微微上扬，轻声道：“可惜是个女孩，不过以后要是嫁得一门好亲，对我来说也算是个助力。妹妹们要是都能嫁入好人家，对我的事业总归有点帮助。”江成林满眼骄傲地打量着大儿子，点头应和：“没错，他们要是都嫁得好，对你确实是个不小的助力。不过爸得提醒你一句，现在念念在你爷爷奶奶跟前挺得宠，这对咱们家已经算是一种隐形助力了。只要他能哄得爷爷奶奶开心，多在他们面前替咱们父子俩美言几句，有些事情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。”江阳微微颔首，眼神坚定：“爸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知道该咋对他好。”江成林满意的点点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这样我才放心把公司交到你手里。你2个弟弟都不太喜欢经商，江心还好点，自己跑去学医，大不了以后把医院那点股份留给他，这事他也躲不过。至于江晨，我倒是希望他能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，没啥经商头脑不要紧，只要他有管理能力就行。我可不想你们3个眼睛就盯着眼前这份家产。你大伯二伯家表面上看着挺和谐，私底下不知道吵成啥样了。”江阳笑着，语气轻松：“放心吧，就算他们真愿意回来跟我一起打理公司，我也不会亏待他们。凭我的本事，每年多赚点钱应该不成问题。”江成林乐得合不拢嘴：“你明白就好，我先上楼去了，让他们玩一会儿就收手，别太累着。”江阳目送父亲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，转身扯着嗓子冲弟妹们喊：“你们别玩太晚，妈要休息了。”让他听见这礼花炸得震天响，估计今晚又得失眠了。几人玩了一会儿，便上楼休息去了。江菲菲全程站在自己房间窗下，心头一阵不是滋味，咬紧牙关暗下决心，明天去外婆家一定要让江念念好看。第二天一早，江菲菲瞅见和江婷婷穿的一模一样，明显撑不起那件斗篷。她撇着嘴气鼓鼓的嘟囔：“我要上去换衣服。”闻言，林一山几乎没多想，立马摆手冲江婷婷下令：“婷婷，你上去换一件，怎么能跟妹妹穿的一模一样？咱们家还缺衣服穿了，非得穿成这样，惹妹妹不高兴。”这时江念念下楼了，挽住江婷婷的手臂：“妈，这不好看吗？咱们不像一家人吗？都穿得红红火火的，就是姐妹装吗？”林一山听到这番话，没法再计较下去。江成林瞧着这场面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念念说的对啊，看着红红火火的，瞅着挺喜庆。3姐妹穿的差不多，那得多好看啊！”江菲菲气得在那儿急得直跺脚。江婷婷头一回在跟江菲菲撞衫时占了上风，于是出发时坚决不跟父母和江菲菲挤一块，麻利地爬上大哥的车。江心半搂着江念念，看着他靠在自己肩膀上睡得香甜，有些不爽的小声嘀咕：“大清早起床干啥？昨晚我就想说了，今天晚点去不行吗？”江阳在前头稳稳开着车，低声教训弟妹们：“到了外婆家可别乱说话，他最喜欢一大早就拜年，去晚了就不乐意，又得说咱们赶着饭点去蹭吃蹭喝。”江晨点点头，皱眉附和：“我最烦外婆说这话了，啥叫赶着饭点去？咱们家没饭吃咋的？妈也是老惯着他。”江婷婷打着哈欠懒洋洋的插嘴：“谁让你们昨晚放爆竹放到那么晚？2哥3哥，你们俩还在房间里打游戏吧？”江心和江晨齐齐瞥他一眼，异口同声的对回去，说的好像你没打似的。江阳嘴角微微上扬，心里倒觉得挺温馨。江念念则是全程睡得昏天黑地，直到车开到林家才被叫醒。车刚到了一小会儿，林一山的弟弟林富贵就迎了出来，笑眯眯的跟姐姐姐夫互相寒暄着吉祥话。江菲菲眼疾手快，抢先冲到舅舅跟前拜年，麻利的接过一个红包。江阳他们跟在后头下了车，也给舅舅拜了年，揣走他的红包。一进屋就瞅见林老
老太太裹着一身貂，端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，等着磕头拜年。江成林和林一山带着6个孩子齐刷刷给老太太磕头，每人嘴里都蹦出一串吉祥话。老太太乐呵呵的给每个孩子塞了个红包，递给3个大外孙时，还不忘叮嘱早点结婚生娃。对3个女孩则是轻描淡写，好好读书吧。当她瞅见林一山特意介绍的江念念时，眼睛猛地睁大了一圈，眼底闪过一抹嫌弃。林老太太藏得挺深，大家都没察觉，可江菲菲捕捉到那丝厌恶，嘴角不由得微微上翘。江念念在爷爷奶奶那儿多受宠，到了外婆这儿指定考不到啥好。尽管林一山又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一遍，林老太太依旧压根没当回事，拉着林一山和江成林到客厅沙发上喝茶去了。恰巧这时，林富贵的2个小子拉着江晨和江心去玩了。江婷婷瞅见，也屁颠屁颠追着哥哥们跑了。江菲菲则乖巧地坐到外婆身边，还装模作样地帮她捏肩膀，哄得林老太太眉开眼笑。而江念念可没打算拿热脸去贴林老太太的冷屁股，兜了一圈。等回到客厅时，都快到吃饭点了。江成林抬手招了招，示意他过来洗手准备吃饭。江念念乖乖点头，直奔洗手间去了。林老太太瞟着江成林一脸温柔的模样，干咳一声，板着脸开口：“成林啊，我知道江念念回来了，你乐得不行，可你们也不能因此冷落了菲菲，好歹是你们养了16年的孩子，千万别厚此薄彼啊！”江成林抬头扫了江菲菲一眼，扯出个笑，装作没事人似的应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会一碗水端平，就当又多了对双胞胎，跟江心、江晨一个样。”林老太太满意的颔首，拍着江菲菲的手，语气软下来：“好孩子，你得乖一点，要是你爸妈对你不好，立马打电话给外婆，外婆给你撑腰，他们俩准听我的。”江成林听了这话，心里更不痛快，认定江菲菲肯定在他跟前嚼了舌根。这时江心和江晨跑了出来，兴冲冲的嚷嚷：“念念，听人说前面路口有家花炮店，里头花样可多了，等下回去时咱们买点，今晚放一放咋样？”江念念眼睛一亮，回去时让大哥带咱去买，我有压岁钱红包，就拿红包买，行不？江阳走过来，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，一个女孩子咋还这么爱玩炮竹呢？像个男孩子似的，调皮捣蛋没个正形。放心吧，你大哥这点炮竹钱还是掏得起，哪怕把那店里的烟花全搬回来，也就这么点事儿。先吃饭再说，乖乖听话。林老太太听见这话，立马皱眉开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：“江念念，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演的，还非要玩什么烟花？你大哥、2哥、3哥平时忙得脚不沾地，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，你也得让他们喘口气吧，总不能老围着你转啊。”江念念低头摆弄着手指，小声应着，声音里透着几分委屈：“外婆，我知道了。”江成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干咳一声：“都坐下吃饭吧，别站着了。”可林老太太还是板着脸，语气酸溜溜的继续念叨：“我知道昨天你们都给江家老太爷和老太太送红包了，还说是压岁的，怎么到了我这儿就没动静了？难道我就不配收压岁钱吗？”这话一出，餐厅里瞬间安静，明眼人都听得出这话是江菲菲露出来的。现在她当众挑明，分明是给江念念下马威。而江念念不动声色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一样的香囊：“外婆，我不是没准备，只是觉得您好像不太待见我，怕冒失上前。就像菲菲姐姐常说的，我最会巴结人了，可我真没想巴结你。”林老太太瞥了江菲菲一眼，鼻子里哼出一声：“你一回来就忙着讨好你爷爷奶奶，所以我是用不着巴结的，对吧？”江念念装作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：“一家人哪有什么巴结不巴结的？那我把红包给您吧，放在枕头底下压岁，里头不是钞票，是一枚金铜钱，您别嫌弃就成。”林老太太冷哼一声，接过香囊，脸上依旧没啥笑。其他兄弟几个面面相觑，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红包递过去。这场小闹剧一出，饭桌上人人噤若寒蝉，安静的筷子碰撞的声音都格外刺耳。吃完中饭，江成林揉了揉眉心，率先开口：“咱们得回去了，有点事儿要处理。熟人打电话说要来家里商量，按往常他们怎么也得待到下午才走。”可林老太太下意识瞥了女儿一眼，林一山无奈的耸了耸肩，摊手示意自己也没辙。林老太太脸色一沉，摆摆手：“那就走吧。”刚踏进江家大门，江成林黑着脸站在那儿训斥江菲菲，声音低沉却压不住怒火：“我知道你看不惯念念，但你有必要跑去外婆面前搬弄是非吗？你外婆不喜欢念念，对你能有啥好处？幸亏念念早有准备，不然你让我们咋收场？非要去提念念给爷爷奶奶香囊的事儿，你自己没这份心，却老盯着别人嫉妒，这像话吗？你啥时候变成这样了？”江菲菲满脸委屈，咬着唇冲大家解释：“我真没说什么。”可江婷婷直接打断她，皱眉摆手：“我不管你说没说，你知道最后尴尬的是谁吗？”江阳3兄弟对视一眼，默契的决定不掺和这滩浑水，耸肩直接上楼。江念念可怜巴巴的看向他，声音低低的带着哭腔：“妹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知道外婆不待见我，可你没必要挑拨我和外婆的关系，你这样做让爸妈多为难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妈，你让她咋站队？”说完，他转身也上了楼。江菲菲还想在林一山面前装无辜，撅嘴挤出几分委屈模样，而林一山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，被他这么一闹，在娘家连多待一会儿的机会都没了，于是也冷着脸也上了楼。客厅里空荡荡的，江菲菲收起那副可怜相，跺了跺脚，满脸不爽。与此同时，江念念没回自己屋，而是径直走向江成林的书房，轻轻敲了敲门。江成林瞧见他进来，挑眉诧异的问：“念念，你跑这儿干啥？有啥事要爸帮忙？”江念念故意回头瞅了瞅门外，瞥见林一山的身影，装模作样的关门，却留了一条小缝，嘴角勾起一抹狡黠。他知道林一山看见他出现在书房，准会过来瞧瞧。随后，江念念压低嗓子，神秘兮兮地抛出一句：“舅舅家是不是破产了？”